Oh no！ 哦，其实这个水冷还挺帅的。哎，妈用不到5个月就坏了，我操，真的就无聊到只能靠打游戏过日子了，是什么感觉？哇，你那不对，这100刀值了呀！你急着要，人家又马上可以给你弄好的话，其实你就不应该讲价。OK， 谢谢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新电脑都很兴奋。看我，OK。现在是下午6点钟啊，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接到电话，一个住在 Burnaby 的兄弟，那个 CPU 过热，说昨天打游戏的时候就疯狂掉帧，然后后来就是重启之后就显示 CPU 高温啊，然后我远程指导他打开是一看啊是水冷，应该是水泵坏了。这个水冷是之前去年10月份换的啊，刚没用半年。Canada Computer 买的，是理论上可以质保，但是他没有 eVoice， 然后他又找不到他之前上家帮他修电脑的那个人。我们现在的这个策略是这样，我先去 Canada Computer 给他买一个 CPU 风扇，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决定了一个策略啊，就还是要换风冷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水冷太不靠谱了。那他最早是用风冷，但是当时那个风冷应该是扇叶比较小，压不住。温度70-80度，他觉得温度太高了，他就找了一个这个 OnePeople 上另外一个做装机的人啊，帮他装了这个水冷。反正具体细节我还没问他啊，一会儿去了可以跟他聊一聊。好久没来。哦，这边都是散热器啊，应该就在这儿。应该是这个。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是那个网上的价格吗？哦，看错了，这个 Dark 版的是69啊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拿这个，拿到了就是它啊。这个 Canada Computer 这点还点赞啊，能开到8点，所以就很方便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买好了，现在就过去 Burnaby。到了啊，把车停好了，停这路边。Hello， 开亮。Hello， 我没关那个。好。目前现在正常，所以呢，还是先下个i364，稍微给 CPU 加点负载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我现在捋一捋，我现在觉得是这么情况啊，就是你一开始只是想换一个水冷，是因为 CPU 的这个拆不下来，所以你最后连主板和这个 CPU 全换了，对吧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有句成语叫什么？叫舍本逐末，对不对？那你其实不换，我跟你说，你换了之后，除了温度降了20度，但是你也没有任何不止20度了。不是啊，可是你 CPU 也换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 i5 本来就比 i7 的功率要低啊，对，没办法，对，那时候真的，我明白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玩有一个游戏，不知道为什么温度特别要90度。那你那个时候在我旁边，我的脚是烫的。你那应该是 i7-9900K， 10代或者9代。哦，那个是10代的。10代吧？我听肯定是10什么700K。对，好像是。差不多吧。1070。那个本来就发热 ，i7 发热本来就比 i5 大。哦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哦，那个，我跟你说，巨烫的我都受不了。我明白。90度。对。我都怕我电脑坏。那你那套东西呢？丢了。如果你放着也没用啊。其实它还是好的，它是可以用的。好的，是好的。但是你那个底板跟那个 CPU 是一定要连着的，对啊，就是你没办法拆开跟这一起用。那我想说，它是10代的，因为我毕竟是4年前换的嘛，我是20年换的，疫情刚好那时候配的电脑。但你找的那个人，他就是，当然我明白他是确实拆不下来，但是问题在于，我觉得，你找他，你跟他说你只要换风扇，他也接这个工作。对啊，你反正你也只是我付工钱，然后他去帮我买完之后过来装而已啊。他一开始只是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后来发现不行，然后又没有，是对，他自己过来看，我发现不行。然后其实很多人给我打电话，就是我遇到过像你好多这种问题，就是其实如果是我不知道，如果是我是那个人在那个位置上，我肯定让你不要折腾，不要换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但是我能理解，他毕竟还是要靠这个赚钱。但是我虽然也收费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我会给你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爱好。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，因为你只是为了换一个风扇。对，你懂我意思啊？所以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就是这是我有感而发。我最近遇到了很多这种，包括他们买电脑只是为了
其实它完全够用了，它可能只换一个 SSD 就够了。我本来换这台电脑也是因为，我家保姆帮我查那个电脑进水了，坏了那台电脑。它为什么？但是它是要用喷头去喷的吗？怎么会进水呢？不知道，很奇怪。然后想算了，无所谓。行，好，无所谓，反正现在这个。反正那时候我也用了3年多，我那时候是1080，然后那时候去弄，想买个3080，但是那时候3080要排队的。那就是挖矿的时候吧，应该是。对，刚出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个风扇还是挺大的，就是压你这个 i5去，我觉得温度不一定会比它高，可能还就差不多，至少我觉得。没事。我好讨厌灯，反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审美，年轻人就是现在时代怎么了，大家都要灯。我帅嘛，但是我其实也还好，我也没怎么在意，反正我都打游戏用的，我又不管它长什么样，能用就行。最早的机箱那套是在香港疫情嘛，对，回国了呀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继续来吐槽温哥华。温哥华真的咋说呢？但是你待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会觉得无聊吗？无聊，就是待了这么多年才觉得无聊啊。刚来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吗？不，我觉得最难熬的时候应该是刚来吧，就像刚来的时候还好啊，因为所有东西都很新啊。你真的就是无聊到只能靠打游戏过日子的是什么感觉？就是现在这种感觉，你出去你也不知道该干嘛，对啊。刚来的时候还觉得想出去逛逛是吧？对啊，就是太贵的活动你也玩不起来。什么？就是什么租游轮啊，什么不是租游轮，就游艇啊，就去出海玩啊。你说可能几个月一次，偶尔这样还 OK。你们每个礼拜都这样，那就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日常活动，日常活动，日常的娱乐消费。那你只能就在家里打游戏，要不就去酒局跟别人喝酒。我本来一开始也是想去美国的。对啊，你那个时候，我那小孩那会儿，我想要不去伦敦，要不去美国。对，你怎么选加拿大？我妈逼我的。家里应该有很多亲人。这样子，对。对。其实这个水冷还挺帅的。哎，用不到5个月就坏了，我操，真的烦死了。质量太差了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先把显卡拆下来清灰，然后再装。这要拿抹布吗？就飞下去行。你这块硬盘放在这干嘛？不知道。我始终特别不理解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装机，你这个在香港就装了。这个东西很慢，超级慢。但是位置不够。对啊，那就再装一个 SSD 哦。不是你，哪怕你装一个大的，就是3.5寸那个大盘，上次换的时候他没帮你清吗？没有，不会的，怎么可能会帮你清啊？这是顺手的工作吗？所以你没听到你帮我清的时候，我挺惊讶。这里你在超市买东西，他都不会帮你放进袋子里面，都要你自己装的。我每次我看着这个，我有强迫症，我受不了，然后我一定要帮他弄一下。没有，你这次弄完正常用的话，就可以用到这个电脑淘汰了。OK， 现在把风扇装上。火。妈，今天使用9点打法。要均匀受力，用不着的线就塞到后面。理线的规则就是眼不见心不烦。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牛逼！盖上。其实还有一点距离，看到吗？那还行，完美。希望这台电脑陪伴你找到工作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变形，理论上是 OK 了。电源接上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看能不能一次点亮。开机。好像是机箱风扇的声音。我觉得我们还会见面好，下次见面我送你2个。好，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们见面就代表我电脑有问题。不是，就是你不要这么觉得嘛，我们是朋友好吗？OK， 你这么世俗，你这个人。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完美，早就应该用这个风扇。我这个风扇性价比真的绝对推荐，巨好，真的。我晚上出来就是为了能多待一会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有家庭压力？不是家庭压力，就是我想静静。想待你老婆催你是不是那种回家要在车里面抽根烟的？不会抽烟啊。对，你给我100就行了，谢谢你。哇，你那说起来这100刀值了呀？没有，本来之前帮我弄那个差不多50刀，但是我觉得50刀你也是随随便便给我弄，那我100刀你要帮我清掉这个东西，就是本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贵一点点，但是我急着要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我也得接受这个价。你过来清电脑，要帮我
那个装了风扇，对吧？而且中间的情绪价值，他妈聊聊天，对吧？那可能无聊聊聊天，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成为服务的一种。对啊。那我觉得说2个哇，人家大老远过来 Richmond 跑过来 Burnaby 2个小时，那你弄了这么久的东西$100，这里的人工价其实是算很贵的了。$100其实我觉得很好了。你在有这个诉求之后，我不就开始在 Canada Computer 上给你找一个硬件吗？我相信这个是性价比最好的一款，绝对没有。态度已经很好了。对啊，它只有它打折的，它原价是就89还是多少，差不多就便宜20块。对啊，你还要去帮我拿，你还给他送回来。要一个。我觉得你急着要，人家又马上可以给你弄好的话，其实你就不应该讲价。因为你急需要这个东西，就好。最经典的开锁，对啊，你站在门口，对啊，你站在门口，你等了，可能他10秒钟都开了，那人家收你200块人民币，你不给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我接这个工作，我就把它做好。你收到我发你的钱哦。哎，我不用看，没关系，肯定能收到。今天的这个工作就完成圆满结束。对 ，OK， 谢谢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新电脑都很兴奋。但其实也没换什么东西，对，应该是最后一张啊，我的 T3最后一张，然后今天跟这位小弟兄聊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决定给他拍一张。OK， 你可以看左边的屏幕，你看我吧还是看我？OK， 谢谢，你不用送我，你不用送。好了，拜拜，保持联系啊，我还要给你风扇哦，拜拜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44了啊，喝个 root beer 吧。啊，小哥人特别好，最近碰上这2个年轻人都挺健谈的，聊了挺多。看回去这个视频怎么剪。电脑维修本身确实是没什么，最基本的工作，清灰换件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沟通的过程，远程判断故障，远程识别面相，就是没有看到人面相，但是通过声音看看这个人可不可交，或者可不可接这个工作，真的是挺有意思的。但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，所以碰到这些人都大部分都挺好的。准备开车回家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拜拜。